赵丽颖生子，他从卑微中站起来，成为了巨人。3月是个非常美好的月份，因为我粉了多年的赵小刀终于诞下金猪宝宝了，我真是感动到老泪纵横。以后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位男子汉保护胖颖，他可以横着走了。但就是在这样的幸福下，我听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。有人叫他劈叉姐，有人称二人为撒谎夫妇，还有人对他进行了令人想不到的恶毒辱骂。可是我想说，我爱了这么多年的赵丽颖，她一直都值得被所有人喜欢。成名之前跑了很多年的龙套。众所周知，赵丽颖出身农村，16岁她考上了河北一所普通的中专学校。那时候她最大的梦想是当一名空姐，但在机缘巧合下，她参加了一次比赛。一个毫无表演经验的人，凭着自己的率真和质朴，竟然打动了评委冯小刚。后来冯小刚说道：“这小丫头身上有股子英劲，吸引人。”就是这样，这个出身农村的质朴姑娘，一只脚踏进了纷繁的娱乐圈。但是幸运之神没有继续眷顾她，后来的很长时间里，她都在跑龙套。角色从路人甲到路人乙，再从丫鬟专业户到女 N 号，发型从麻花辫到丫鬟辫，再从乡村非主流到铜钱头。所有的角色之有一个特点，千篇一律，泯然众人矣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出道前7年，赵丽颖几乎承包了半个横店的龙套角色。在默默打酱油的那7年，赵丽颖的圆脸成了她最大的障碍。导演都觉得圆脸的戏路太窄，只能演一些傻白甜的角色，所以建议她去把圆脸变一下。在娱乐圈里，艺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做这样的事情并不奇怪。但是赵丽颖一听这个要求就立刻拒绝了，说我不明白一个角色为什么要用演员的脸型去定义，如果我没有演技，就算垫了鼻子削尖了下巴又有什么用呢？所以她努力提高自己的演技。在片场时，很多时候她没有戏，也会在一旁观摩，然后找老演员们请教，每次听完都会很真诚的鞠躬说谢谢。老戏骨们觉得很受用，也会认真传授他一些演戏的经验。命运，你要给我沙粒吗？好，我就报之以珍珠。命运，你要陷我于窑火吗？我就偏偏生出火中莲花。赵丽颖这颗随时准备好成为珍珠的沙粒，在机会来临之前的几年里，一直在默默准备。他说过，你不要给我机会，哪怕给我一次，我都会狠狠抓住不放。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金牌编剧于正终于发现了这个身上有股愣劲儿的姑娘。于正说，在娱乐圈人人都整容成锥子脸，但是他敢于保持自己的圆脸。不少姑娘为了星途坦荡都去改了洋气的名字，他却一直用自己的本名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很独特，不随波逐流。
非常清楚自己的内心的追求，将来一定可以成大事。所以先让他作为一个配角出演了宫锁珠帘，然后大胆启用赵丽颖作为新剧女主角。2013年《陆贞传奇》开播仅2天就高居全国收视率榜首，跑龙套的赵丽颖一战成名。此后的赵丽颖更是跟开了挂一样，彻底开启了霸屏模式。2014年《杉杉来了》播出，赵丽颖获得第5届国剧盛典内地最具人气女演员奖。2015年《花千骨》播出，打破中国内地周播剧收视纪录，也让赵丽颖一跃成为当之无愧的人气小花旦。等到了2017年《楚乔传》的大热，更是让赵丽颖的事业更上了一个台阶，在时尚圈也从无到有，一步登天，成为了 Dior 这种国际顶级奢侈品的大使。此时圆脸姑娘赵丽颖也终于凭借扎实的演技，一步步走向自己的精彩。一个父母都是农民出身的80后女孩，而没钱、没背景、没人脉、没资源，到了这个繁华的娱乐圈，能靠什么搏出位？有人靠性感，有人靠自黑，有人靠男人，而赵丽颖选择靠实力。我为什么如此喜欢赵丽颖？大概是因为通过她，我看到了这个社会好的一面。出身低的女孩子，只要努力，一样可以从卑微中站起来，成为巨人。她代表的是灰姑娘吧，通关晋级，是普通女孩的成长，她不是童话，而是现实。赵丽颖生子，她从卑微中站起来，成为了巨人。不仅是圆脸妹子，更是出了名的拼命三娘。或许是赵丽颖这张圆圆的脸太可爱了，让人总忍不住想要揉一揉、捏一捏。所以和赵丽颖合作过的男演员几乎都捏过她的脸。据说在拍《楚乔传》时，林更新也会时不时捏一下赵丽颖的脸，这个时候赵丽颖就会大喊：“别捏我的肉！”本来想瘦一点，你直接把它们全捏出来了。可是她可爱，圆脸下藏着的是满满的狠劲儿。不过她是对自己狠。在拍《陆贞传》其里那场我们来生再见的戏，她根本不用替身，自己亲自跳下楼。有一次赵丽颖出席白玉兰的颁奖典礼时，有人在她后背上发现了一个花朵的纹身。其实这个并不是造型需要，而是为了遮盖住之前拍《陆贞传奇》时腰部受的伤，穿礼服背部凸出来骨头不好看。在拍《楚乔传》的过程中，她经常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，趴在沙漠里，动不动就会吃一嘴的土。而在横店影视节的一个颁奖典礼上，赵丽颖去领奖的时候，居然穿着楚乔的戏服就去了。领完奖之后，她又赶紧回到剧组继续剩下的拍摄，之后又马不停蹄赶回北京，准备明天进另外一个剧组。对赵丽颖来讲，很多男明星吃不了的苦，对她来讲都不值得一提。有一次采访，主持人问赵丽颖出道10年，对着镜子
你有了哪些变化？他回答：慢慢的会有一些岁月的痕迹，皮肤也没有以前那么好，经常拍戏熬夜，身体也没有以前那么抗造，但会对自己所经历的事有更深的认识。赵丽颖就是这样一个活给很认真的女孩，她似乎就只是为了好好拍戏而生。我是演员赵丽颖。在很久之前的一个节目中，赵丽颖说了这样一段话，作为一个真心爱了赵丽颖多年的粉丝，我听了只想落泪。现在我一字未动地分享给大家。这些年我从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，一年365天，我大概在剧组度过了300天以上的时间。其实我自己也没有精打细算过，只是最近有媒体不断地问我这个问题，你这么辛苦是为什么？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我现在才幡然醒悟，我之前一直在奇怪为什么总是看到朋友去旅游、去玩、去享受生活，我很羡慕。现在我体会到了，我才知道原来我工作了那么久。后来想一想，可能因为我正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，所以我不会觉得累，不会辛苦。我想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我想实现自我价值，我想拥有丰富多彩的人生，我想让自己过得更好。我希望在这个时代留下属于我的印记，我想试图改变这个行业的某些规律。虽然我只是一名演员，但是我希望我能通过演员的努力，用角色表达一些新的观点，为大家指引一个正确的方向，让大家对于偶像剧演员不再抱有偏见。这就是我小小的英雄主义。说完了，他道：谢谢大家倾听我的讲话。我是演员赵丽颖。我始终相信，时光为不负的，是不忘初心、勇敢、认真的人。而那些认真生活、努力前行的姑娘，也一定都会被岁月温柔以待。就像赵丽颖一样，活出自己喜欢的模样。我期待着演员赵丽颖的华丽回归。赵丽颖说的这6句话火了。最近赵丽颖生子的消息刷遍了朋友圈，我对赵丽颖的关注是从电视剧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开始。剧中赵丽颖所饰演的盛明兰，在历经坎坷冷暖后，终成为人生赢家。这也好像是赵丽颖的人生翻拍一样，和她在这些年来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。在电视剧完美收官之际，赵丽颖表现。赵丽颖说的这6句话火了。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的确，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电视剧中的喜怒哀乐、爱恨情仇、风雨坎坷，在我们的生活中只多不少。而在剧中的赵丽颖能够跨越各种艰难险阻，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另一片天地，必然也是胸有沟壑，目有山川。尤其是她说的这6句话，读懂的女人能够受用一辈子。赵丽颖说的这6句话火了。不读书的女人过不好一生。不读书的女人过不好一生。读书无用这句
话是骗人的，不过是那些男人们希望女人一辈子浑浑噩噩、乖巧听话好摆布而已。自古以来，喜欢读书的女人都过得不会太差，不是她们一定要有多体面的工作、多高的收入、多好的丈夫、多好的生活。读书带给他们的是无需长途跋涉的事业，是安然处。赵丽颖说的这6句话火了。女人不该为了男人而活。2. 女人不该为了男人而活。若为了在男人面前争一口饭吃，反倒把自己变成面目全非的疯婆子，这一生多不划算。我们一直被灌输到了年纪就要嫁人的思想，就算如今都开始崇尚女人独立自主，可到了一定的年纪，潜意识里还是觉得找个男人才有依靠。而我们的长辈们对我们的婚恋教育就是告诉我们要结。赵丽颖说的这6句话火了。与人相处要看他的最低处。3. 与人相处要看他的最低处。与人相处最终依靠的还是最低处，看看他的最低处能不能忍得下去，最低处就是品性的最低处。无论是亲戚、朋友、伴侣，我们不能只看他最好的样子，而是更应该看他的底线，他的最低处。毕竟这世界上锦上添花的不少，而雪中送炭的人却不多。丽颖说的这6句话火了。人若不向前看，必然会后退。4. 人若不向前看，必然会后退。人的眼睛是常在前面的，本就是应该向前看的。生而为人，不就是要好生活？只有向后才能理解生活，但要生活好，则必须向前看。过去是为了让我们不再犯同样的错，让我们知道自己想要过怎样的生活，而我们必须带着这些过去向前看，才能拥有更好的生活。过去。赵丽颖说的这6句话火了。走错了路，要及时回头。5. 走错了路，要及时回头。急入穷巷，就应该及时掉头才是，不可等一事消磨，后悔晚矣。人无绝境，世上的路多得很，一条路走不通，不妨换一条走。做不了旷世英雄，还做不了混世魔王吗？赵丽颖说的这6句话火了。走过不好的路，人生才是真正的顺途。6. 走过不好的路，人生才是真正的顺途。人活一辈子，总会遇到一些坎坷不平的路，总不能一看见坑洼就绕过去了。吃亏吃苦都是福啊！以前不懂这句话的含义，后来走过更长的路，看过更美的景，见过更多的人，山川河流平湖烟雨都经历过后，才明白其中的深意。有故事的女人更加神秘，历经磨